受。姑娘，声音能正常点吗？我只是一个瞎子，不是聋子。你中毒了，而且毒性很霸道。你怎么知道我中毒？你呼吸急促，气息紊乱，身上还带着一股子生甜味，是心脉散的味道。这玩意儿可不好拿到，给你下毒的人挺舍得花本钱。我堂堂一国女帝，竟落魄至此。那个，你能帮我解毒吗？我凭什么帮你？就凭你长得好看，我可是个瞎子。我可以给你钱，金银珠宝、田宅官爵，我都能给你。山里用不着那破玩意儿，来点实际的。比如，你给我当3个月丫鬟，负责洗衣做饭砍柴。放肆！朕乃东帝国女帝，你竟敢让朕给你洗衣做饭砍柴当丫鬟！别把我的火堆弄脏了，这野兔还没吃完呢。我堂堂女帝，万民叩首，生杀密夺，何时受过这等无视？你的条件，朕答应了。哦，想通了，女帝陛下。都给我搜仔细了！陛下有令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那妖后中了心脉散，跑不远的。王孙，朕曾经最忠心的走狗，也是第一个背叛朕的叛徒。听见了吧？你的麻烦来了。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：一，被他们拖出去乱刀分尸；二，求我。从他的语气里听不到一丝一毫的紧张，仿佛外面包围山洞的不是帝国精锐，而是一群待宰的羔羊。我求你。很好，放松。这是什么手段？比任何宗师的内力都要精准。这只是暂时封毒性，3个月之内若无后续压制，毒素会10倍反扑，神仙难救。3个月的丫鬟，现在开始计时。嘘。哈哈哈哈哈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妖后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哪儿来的瞎子？滚开！别妨碍老子领赏！找死！一招，不，连一招都算不上，仅仅是随手一挥，就秒杀了宁气境7重的禁军副统领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滚，或者留下。禁军的破甲锥，手艺是越来越差了。他不仅认识禁军的特制武器，言语间竟还带着长辈评判晚辈的轻蔑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别愣着了，我的女帝殿下，去把那半只兔子拿着，咱们该挪窝了。你让我去拿那油腻的烤肉？怎么，3个月丫鬟的协议，一炷香时间不到就想毁约？你体内的毒只是暂时被我封在丹田，没有我蓄气压制，你活不过明天日落。这就对了。左边30人，右边50人，正前方是120人的重甲弩兵。这帮人动作倒是挺快。120人的重甲弩兵，是东帝国精锐神臂营，配发连发机弩，就是宁气境高手在骑射下也绝无生还可能。何况这瞎子只有1人，你带路往后山退。万毒谷深处有致命瘴气，他们不敢进。后山没有路，我昨晚刚走过一道。再说了，我还没吃饱，不想爬山。你疯了，硬闯神臂营！哈哈哈哈！妖后，你果然在这儿。王孙那个废物死了也是活该，连个女人都看不住。你现在身边就剩个瞎子当护卫。那是神臂营，他们的破甲箭头刻有破气阵法，专破五副罡气，你挡不住的。刚才那个叫王孙的废物，拿的就是你们的破甲锥。那阵法刻画的歪七扭八，核心的导气槽足偏了3分，用3等黑曜石做阵眼，简直暴殄天物。这种破铜烂铁也配叫破甲？放箭，把他们射成肉泥！借你真气一用。100多名武装到牙齿的帝国精锐，被一招尽溃。看到没有，阵法不是那么用的。真正的破甲靠的是阵法回流和共振。你们帝国的铸造师全是一群蠢货。你到底是谁？把路让开。
你刚才用的那招……闭嘴，保存体力。你走路的喘气声吵到我的耳朵了。前面还有3道封锁线，我可没兴趣每次都动手教你们做人。这里是断龙崖，我们走错方向了，这里是死路。这是东帝国开国皇帝留下的上古传送阵，这是皇室最高机密，整个帝国知道位置和开启方法的人不超过3个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怎会知晓我东帝国皇室机密传送阵的开启方法？皇室传送阵？这破烂玩意儿是我当年觉得下山走路麻烦，随便搭的一个代步工具。什么时候成你们洛家私产了？住口！不得无礼！这青铜镇台乃是东帝国开国太祖耗费半座国库，请动云由仙人铸造而成，非洛氏皇族血脉不可开启。你一个日后还得靠他活命，老娘忍。仙人？你说那个留着2撇老鼠须，连基础5行聚灵阵都能画反的江湖骗子？当年我路过这破地方，缺个下山的歇脚处，顺手扔了几块灵石布了短距离传送。那老骗子没天赋，跟在我屁股后面转了3个月，才学到这点三脚猫功。看到那块多出来的王八图没？那就是他自作主张加上的防伪标志。至于你说的皇族血脉开启，那是因为这破阵年久失修，灵气漏光了。你们洛家太祖用血气强行替代灵气做导印，简直是把精美的瓷器当尿壶使，愚蠢！行了，别在那儿发呆，过来。怎么回事？追兵出动了机关？追兵算个屁，没钱付车费了。我当年就说不要用劣质灵石打地基，现在好了，能量耗尽，启动程序卡死了。丫鬟，身上带钱没？朕乃一介女帝，出巡何时需自己带钱？我出宫仓促，未带金银。废物！头上那个发簪，取下来。这不行，这是帝国信物，里面蕴含个屁的信物，不就是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火云晶？你要留着这破石头陪葬，我没意见，但别耽误我吃夜宵的时间。3、2，弄坏了，我要你陪葬！聒噪！走起！古籍上记载的如履平地全都是骗人的，这简直是被塞进木桶里从悬崖上滚下去。运气不错，掉进人家的粮仓了。这是叛军前线的5号辎重营。小场面，慌什么？谁在里面？粮仓重地，胆敢擅闯者死！你疯了？为什么要弄出动静？这地方的空气太闷，我需要他们帮我开门，顺便点个外卖。阳爻错位，阴爻凝滞，克阵的人连基础的灵力回流都没搞懂，竟然把聚灵阵当成了防御阵的阵眼，蠢得让人心疼。逆转！有刺客包围粮仓，放箭！放箭！篡改过的阵法，防御力远超原版10倍。帮他们升级了一下安保系统。你打算在这里待一辈子吗？等他们调来破城弩，这地方迟早被夷为平地。放心，这阵法他们打不开，而且我们马上就走。怎么走？外面被3000人围得水泄不通。阵法逆转产生的灵力漩涡，刚好可以充当遁地符的启动能源。我刚才说了，来这里只是为了顺点干粮，毕竟接下来的路连个像样的客栈都没有。带上2条火腿丫鬟，我们要下潜了，注意闭气，别被泥巴呛死。你这是什么见鬼的遁法？知足吧你！粮仓的灵力能送我们到平阳镇外，已经是超常发挥。要是按照你太祖老头的破阵手法，我们现在大概被卡在地下300尺的岩层里当化石。心脉散的压制效果还有2个时辰，再不弄到青灵草、白虎骨和滋安寒潭水，你就准备在这块风水好地挑个坑吧。
平阳镇是方圆100里最大的集市，去那里买药。就穿成这样去，镇子上必定全是追捕我的通缉令。我这副尊容走到街上就是活靶子。你对自己的容貌过度自信了。你现在去河边照，要是有半点像那个高在上的女帝，我跟你姓。10万两，他们还真舍得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把脸抬起来！哎呦，军爷行好，他是个天生哑巴，脑子也不太灵光。瞎子带他进城抓几副打虫药。这瞎子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。赶紧滚进去，别在城门口碍眼。别乱看，你现在的身份是个傻子。我们去哪儿买药？镇子上的药铺多半被叛军盯死了。谁说去药铺买？打铁的，要3两青灵草，半斤白虎骨，配1壶3年以上的寒潭水，记在老账上。哪儿来的瞎子跑铁匠铺买药？找死呢！黑市鬼手王瞎子，怎么改行打铁后，连老顾客的规矩都忘了？需要我把你当年偷看寡妇洗澡被砍掉1只眼睛的光辉事迹宣扬一下吗？规矩没忘，但你要的这3样东西现在是禁药，上面发了话，新卖散的解药材料全镇封锁，谁敢私售，诛9族。我这里只有存货，不卖。我不是来买的，我是来拿的。稍等，我这就去拿。毒解了70%，剩下的靠你自己运功逼出来。丫鬟，去做饭，我饿了。我是女帝，你真把我当伺候你的下人了？你现在是个被悬赏10万两的通缉犯，不干活就滚出去。外面的叛军很乐意给你提供免费的牢饭。冷静，尊严不能当饭吃，也不能当命续。锅在那儿，柴在那儿，水井在那儿，那2条火腿切1块，煮了。我不会。丫头守则第1条，主子吩咐的事情不能说不会，要去学，要去做。再说，你体内的余毒需要用血味温养化解，学着控制火候，对你掌控自身气血流转有好处。这是教你，不是使唤你。这个人总能用最平淡的语气说出最让他无法反驳的话。柴是湿的。昨晚下过雨。丫鬟宫则第2条，主子赏的不能拒绝。引火要用阳属性的干木，助燃要用风干的松枝。你刚才拿的那些纹路杂乱，是阴坡长的，外面干里面湿，烟大火小，能生出火才怪。接下来看你了。吃。你把青灵草的根也一起放下去了。书上说固本培元。你还放了当归。书上说补气活血。那块黑炭是什么？火腿。我以为它只是娇生惯养，现在看来，这是能把厨房变成炼丹炉的绝世奇才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镇子上来了个大人物，是镇北军的副都统李玄。那李玄手底下养着一个从天机阁来的阵法高人，现在全城戒严，挨家挨户的搜，不是查路枝，是直接用阵盘扫，任何有真气波动的活物都逃不过。天机阁精通阵法推演，妹妹竟能请动这种宗门，这不是军队追捕，是修士级别的清洗。阵盘已经从东城开始扫了，最多半个时辰就到咱们这条街，完了，全完了。盐还是放多了。你还有心思吃？丫鬟守则第3条，自己做的饭，跪着也要吃完。你们待在这儿，别出声。我去拆个东西。阁老，如何？奇怪，附近灵力场紊乱不堪，像是被什么强行干扰了。不过逃不掉的，那妖后中了心脉散，气机必然大乱。只要他在这儿，
就一定会被揪出来。将军，前面有个神算子摆摊，他说我3天内必有血光之灾，我出门就摔了一跤。拖下去，砍了！将军别啊！那先生是活神仙，他算出我失踪3年的丈夫今天回来。你看，是哪个江湖骗子敢扰乱我的阵法？将军必须立刻清场！程慧，一卦10文，不准不要钱。放肆！在将军之前还敢装神弄鬼！魏军爷，火气不要这么大，没心带煞，近期恐有兵戈之祸，血溅无耻啊！哦，那我倒要请教先生，我这祸从何而来？你有3祸，第1祸在北，你此次南下平叛，看似风光，实则后院起火。你留守北境的副将已与北蛮王庭暗通关曲，不出10日，北境3州将烽烟四起。你这平叛的功劳，怕是要变成师徒的罪责。第2祸在内，这位葛老先生并非真心为你效力，他曾与当朝太后有过密约，此行目的不是帮你抓人，而是寻一件东西。一旦东西到手，他会立刻将你灭口。你胡说八道！至于第3祸，你今天出门惹到了我。今日卦数已尽，回去告诉你们新主子，他的皇位是租的，到期该还了。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那时只当瞎子在吹牛，现在看来，他实力恐怕远不于此。行了，别来这套虚的，收拾东西，准备走人。就这么放过他们了？那无异于放虎回山。不然呢？留他们吃午饭，我只负责算卦，他死不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丫鬟守则第4条，不要用可是开头，显得你很蠢。敢这么跟女帝说话的，古往今来怕是独此一人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平阳镇醉仙楼，酱肘子是一绝。走，吃饭。吃饭！李玄只要缓过劲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封锁全城。我们现在去醉仙楼，等于自投罗网。他不敢，我饿了。听说了吗？西街来了个活神仙。什么活神仙？是神仙下凡，用手一指，几百官兵全跪下了。不对，是瞎眼神算，天降神雷，把李将军的刀都劈碎了。上仙大驾光临，小店有失远迎。1斤酱肘子，1壶女耳红，4个小菜，要一间清静的雅间。有，天字1号房一直给您留着呢。看我干什么？吃啊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丫鬟，给我倒酒。我们到底要怎么离开？李玄就算一时被你吓住，等他回过神，我们还是死路一条。酒不错，急什么？离开平阳镇需要一个交通工具。交通工具？别光看着吃，一会儿还要赶路呢。今天傍晚会有一辆马车从南门运丝招去京城，车厢宽敞，带熏香，坐着舒服。我们就坐那个。那是李玄的军需车队，专门讨好我妹的贡品，守卫森严，我们怎么可能？所以说是借。问主人借东西，怎么能叫抢呢？这是礼貌问题。封锁醉仙楼，一只苍蝇都不许飞出去。李某无意与先生为敌，但妖后乱政，乃帝国公敌，还请先生将妖后交出。李某愿以黄金1万两，外加北境3州最好的马场，以作谢。这个条件，对任何人都是无法拒绝的诱惑。第一，她现在是我的丫鬟，不是什么妖后。第二，你说的那个马场，草料是哪儿产的？有没有经过晾晒去湿？马匹血统是北蛮汗血马还是西域大鱼马？平均肩力如何？我这个人对坐骑很挑剔的。重点是这个吗？不是黄金1万两吗？怎么拐到马饲料上了？答不上来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看来这生意谈不成了。先生留步，此乃镇龙庄，天机阁至宝，能封禁一方空间。只要先生交出妖后，此物便归先生所有。皇家密件有载，上古禁器镇龙庄，这瞎子该不会动心了吧？哦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我当年用来给家里那棵弯柏树扶正用的，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还在啊！扶树用的？吃啊，都凉了。上古禁器，用来给树扶正？发什么呆？
把碗收了。等会儿要跑路，没吃饱可没力气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很简单，第一步吃饭，第二步下楼，第三步回家。说点我能听懂的。镇龙桩的原理是扰乱空间灵力，形成一个封闭的立场，确实挺麻烦。不过嘛，任何阵法都有阵眼，这玩意儿的阵眼不在那个铜箱子里，而在使用它的人身上。更具体点，在李玄的左边鼻骨。你确定？我设计的，我能不确定？当年为了方便开关，我给他弄了个气息感应开关，谁知道后人这么蠢，把使用说明书弄丢了，只知道用蛮力启动，每次都得抬个大箱子出来，累不累啊？让一个凝气境7重的将军听话的吸一口气。所以说，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丫鬟，你去开窗。敬酒不吃罚酒，既然先生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李某无礼了。起阵，给我把这栋楼碾成平地！干得不错，开窗的时机恰到好处。走吧，下楼，记得付钱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物归原主，我拿走了。这不是武道，这是仙术。另外，你那辆去京城的贡品马车，我借用了，车里的丝绸不错，正好拿来当坐垫。将军有令，所有人不得阻拦，放行，快放行！从女帝到丫鬟，现在又坐上了敌人的马车，这男人要干什么？那个神仙，咱们这是去京城？不，去云梦泽走水路。我有点晕车，想坐船。改道，去云梦泽。云梦泽，那里是我母族南宫世家最后的隐藏势力范围。这个瞎子，他到底是随心所欲，还是什么都知道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睡觉。去云梦泽不是巧合，你知道那里是南宫家的地盘。南宫家，那个喜欢在房梁上雕花的家族，品味不错，就是有点吵。我去云梦泽，只是因为那里的银鱼脆味道鲜美，比平阳镇的酱肘子高明多了。那你知不知道，我那个妹妹派了她的心腹血衣侯赵无极，前往云梦泽清剿所谓的前朝余悸。赵无极，不认识，没听过。他做的菜好吃吗？他不是厨子，他是杀人魔。我们现在去云梦泽，正好会撞上他。哦，那正好，省得我再去找了。这马车坐着虽然舒服，但太慢了，跟乌龟爬一样。早点办完事儿，早点到京城。到京城？你真的打算帮我夺回皇位？帮你？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去你的皇宫宝库里找几样我当年落在里面的东西，顺便把你那个妹妹从我的椅子上拎下来。你的椅子？对啊，那张龙椅是我用一整块星辰木雕的，当年我嫌它太硬，就扔在皇宫里当摆设了，结果被你们骆家当成宝贝一代代往下传，真是没见过世面。东帝国皇权的最高象征，开国太祖的龙椅，只是这个瞎子扔掉的旧家具。要是再问下去，怕是整个东帝国的历史都是建立在他的废物利用之上了。你这运气法门是南宫家的血女心经吧？路子走窄了。气走人都只是基础，真正的核心是以脉为烘炉，引天地灵气淬炼神魂。你这练反了，把神魂当柴火烧去温养气血，暴殄天物。他随口几句话，就将一部天阶功法提升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。这不是指点，这是开创。可惜，
血放的太多，把鱼都吓跑了。丫鬟，下车干活了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妖后，你竟然自投罗网了！本侯正愁抓不到南宫余孽，你就送上门来，正好一网打尽，去向陛下领赏。赵无极，你助纣为虐，残害忠良，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清理门户。就凭你一个被打断了脊梁的丧家之犬，也敢在本侯面前狂吠？看本侯先废了你的武功，再把你绑回京城，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血沙掌！退后！找死的瞎子！我的手不是打在人的胸口，像是打在一片虚无的星空之上，血煞真气消失了。你的血太脏了，练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功法？把好的气血之力弄得跟阴沟里的臭水一样，难闻。放开我！一口气，就这么一口气。你到底是？太吵了。提纯了半天，就弄出这么点玩意儿，杂质太多，能量驳杂，给我家后院那只看门狗当磨牙棒，它都嫌硌牙。喂，那个穿的最花哨的，对，就是你。神仙，您叫我？你们这船不错，我征用了。现在把你们侯爷抬上船，然后带着剩下的人开着那些小破船，滚！结束了。丫鬟愣着干什么？上船，去厨房看有什么吃的，我饿了。这个人强大、神秘、喜怒无常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宗师、大宗师又有什么区别？还不上去？想在岸上喂蚊子吗？我闻到前面有银鱼的味道了，再不去，天亮就没了。算了，先找银鱼再说。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我怎么越来越像他了？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让那个瞎子别再说盐放多了。吃吧，火候不错，外焦里嫩，用了7钱猪油，3钱菜籽油，配上一点紫苏去腥，有点意思。用鱼骨熬汤，加了姜片和天麻。天麻是你自己加的吧？为了中和鱼的寒性，顺便调养神魂，想法不错。单凭嗅觉就能把每一个步骤、每一种用料分辨得一清二楚。比当年在金轮殿上等百万大军战报还紧张。怎么样？盐还是放多了，不过这次只多了1钱，比起上次那锅能憨死人的炭烧火腿，进步很大，值得鼓励。这是什么？我早年间随手写的一些食谱，
里面记录了972种食材的处理方法和3645道菜的烹饪技巧。你那个玄女心经的创始人，当年就是看了这个，才悟出用真气控制火候的法门，开创了一代宗门。南宫家的不传之秘，天阶功法的灵感来源，竟只是一本食谱。看你这么努力的份上，赏你了。没事别来烦我，我要睡会儿。天亮之前把船开到迷雾岛，南宫家那群没出息的后人就躲在那儿。迷雾岛常年毒瘴笼罩，暗礁密布，号称10船9沉。南宫家的人果然躲在那里。天机阁的黑羽信使，南宫熙，小姨，她是南宫家除我之外唯一的嫡系血脉。麻烦了。怎么了？这雾里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种我很多年没见过的、很讨厌的生物。水蛭，一种会吸食灵气，而且长得跟山一样大的水蛭。水蛭？不是你想的那种小东西。这下面趴着一只大家伙，它在睡觉。刚才我们船的动静，还有那只傻鸟的叫声，好像把它给吵醒了。什么大家伙？水里能有啥？不就是鱼吗？再大能大到哪儿？不对劲儿，这船怎么晃得跟筛糠一样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那不是山丘，是一节生物的躯体。这东西叫太古灵智，靠吞噬天地灵气为生，平时沉睡在灵脉深处，几千年都未必醒一次。我们运气不错，碰上了。运气不错，这叫倒了8辈子血霉。神仙爷爷，救命啊！这东西有什么弱点？皮太厚，寻常刀剑砍不动；力气太大，能翻江倒海；没有神智，只凭本能攻击一切活物。哦，对了，他嘴里那个吸盘能瞬间吸干一个凝气境武者的全部真气。总得有办法对付吧？要么等他吃饱了自己睡过去，要么就把他打服。完了！我藏在铁匠铺床底下那300两私房钱，谁捡到就是谁的了。你还不动手？我在想，用什么方法解决比较省力？直接打死太浪费了。这家伙体内积攒了至少3000年的精纯灵气，要是炸开，整个云梦泽都得被夷为平地。南宫家那群人，还有那个小姨，估计都得陪葬。那怎么办？所以我在想，能不能把它变成我们的船？什么？就这么定了。丫鬟，把你那本食谱给我。那可是堪比天阶功法的秘籍。你给他吃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那一页记载着红烧猪大肠怎么做的那一页。对于纯粹的灵气生物来说，蕴含污秽信息的神念和法则之力，比剧毒还致命。死了？没死，只是神魂被我重塑了。从现在起，它就是我们的船了。走吧，去驾驶室。简陋了点儿，先凑合用吧。自动导航，声控操作。去迷雾岛。我
王某人坐过马车、驴车、囚车，没一样能跟这玩意儿比。他到底是怎么把一头上古巨兽变成听话的快艇的？答案一定在这本书里。前面就是迷雾岛了。南宫家洛清离前来拜见。是女帝陛下。此地没有女帝，只有南宫家的后人。南宫宴就在哪儿？我有要事相商。家主在议事厅，我这就带您去。清流，真的是你！舅舅，快起来！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外面天罗地网，你……此事说来话长，我这次来是有一件万分紧急之事。天机阁，好一个天机阁！他们竟敢动希儿！天机阁形势很辣，希姐儿落在他们手里，怕是凶多吉少啊！云梦新玉乃我南宫家最后的屏障，若交出去，数百口人暴露在朝廷屠刀之下。可那是希姐儿啊，总不能见死不救。家族的存亡和一人的性命，这道选择题太难了。你们这祠堂风水不太行啊。这聚灵阵是哪个半吊子货色布置的？主阵眼设在承重梁上，是嫌房子塌得不够快吗？还有那几根柱子上面的符文都刻反了，聚灵不成，反倒成了散灵阵。怪不得你们岛上的人一个都气血虚浮，在这地方待久了，活人也得被吸成干尸。这护岛大阵是南宫家最大的秘密，他一个瞎子是怎么看出来的？阁下是何人？休得胡言乱语，饶我南宫家清静。这里才是真正的阵眼。可惜灵气早就漏光了。护岛大阵不但被修复了，威力竟比全盛时期还强了10倍不止。现在风水好了点儿，可以坐下来谈谈怎么救人了吗？先生，请上座。胖子，给我削个皮。好嘞，神仙爷您稍等。神仙的跟班，丫鬟的跟班，专业削皮100年。先生大恩，南宫家没齿难忘。只是这云梦新玉乃护岛大阵唯一阵书，一旦离岛，大阵便会彻底失效。届时天机阁和朝廷鹰犬随时可以攻上岛来，我南宫家数百口。哦，你是说这个？旧的那个能量核心太次了，杂质太多，用久了还会有辐射，对身体不好。这个新的，环保不污染，续航能力强，充满电一次能用1000年。怎么样？售后服务还满意吧？还有什么是这个瞎子做不到？先生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新的去换回希尔。换？为什么要换？打了小的来了老的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？直接去他们老家把人抢回来不就行了？顺便看他们还有没有别的宝贝，一起拿了。先生说笑了，天机城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阵法堡垒，阁内高手天眼子，据传是超越大宗师的存在。哦，你说那个叫天眼子的老头，他呀，棋品不行，当年跟我下棋，连输了3局，就把棋盘给吃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他消化了没有。行了，别在这儿哭丧着脸了，我饿了。你们家晚饭什么时候开？吃完饭我们就去那个什么望月台，我倒要看看。谁给他们的胆子敢动我丫鬟的亲戚？被人护在身后的感觉很陌生，却又不坏。他修复大阵消耗的灵力，
全被吃回去了吧？丫鬟，别愣着了，准备出发。现在就走，离天机阁约定的子时还有1天。谁说我们要去望月台了？直接去他们老家天机城。可我们不知道天机城在哪儿。我知道啊。肉船开导航去天机城，选最近的路线。走吧，再磨蹭，你小姨就被人炖汤了。跟着这个瞎子，这辈子可能都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但不知为何，隐有一丝期待。这盘棋研究了500年，仍然无解。怪在，天机一片混沌，是哪路煞星搅乱了天数？阁主，不好了！山门外来了个怪物！慌什么？天机城有上古大阵保护，就算是7国联军也休想！是他，这个煞星怎么出山了？快去请清玄长老，让他立刻停止计划，把人放了，不，把人恭敬敬地送出来。这阵法与山川地脉相连，生生不息，想要强行破开，恐怕不易。是不太好拆。设计这个阵法的人脑袋灵光，可惜他好像对能量守恒这个概念有什么误解。肉船，开最大度，再撞一下，记得用头撞。再来一下，就该碎了。质量还是不行，给个差评。小姨，清幽，你快走，这里危险，不要管我。放心，没事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那个瞎子在身边，就有一种莫名的底气。不知是哪位高人驾临我天机城，我等有失远迎，此间或有误。没误会，你们绑了我丫鬟的家人，我来要人，顺便收点精神损失费，很合理吧？人，我们立刻放。阁下，人已交还，是否可以？精神损失费我也懒得跟你们算了，不过你们这山门该升级一下了，我免费帮你们更新个系统。警告：检测到大量冗余代码和逻辑落弹，系统即将进入安全版时，开始底层国式化，正在清除风扇聚灵阵，原因套索人至 7.0 版本，新增访客登记、一键报警及反骚扰模式。神仙爷，您这是把天机阁给黑了？什么叫黑？这叫技术扶贫。我现在是他们的系统管理员了，以后他们再敢乱绑炮，我就给他们全员禁言，断网1个月。行了，人也救了，热闹也看了，回家。清幽，你瘦了，也黑了，这些日子苦了你了。我没事，倒是小姨你被他们抓去，没受什么委屈吧？委屈倒是没有，就是那个叫清玄的长老，偏逼着我背书。背书？什么阵法符文基础、灵力传导的72种错误示范，还有一本叫《如何避免你的法宝变成一块废铁》，全是些稀奇古怪的书，我背不出来还扒着头发在这屋里转圈，嘴里念叨着要考的呀，这都是考点啊！天机阁那群人，8成是被白夜行那个系统升级给逼疯了。神仙爷，您尝，这天机阁的点心做的还真不赖，甜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糖放多了，桂花用的是陈年干桂，香气不足，面粉里掺了7成以上的陈米粉，口感发黏。拿开，影响我修行。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清幽，这位先生是？说他是隐士高人，
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怎么吃。说他是救命恩人，他张嘴闭嘴都是丫鬟，一个债主。那里曾是我的家，是我呕心沥血治理了3年的帝国心脏，现在却盘踞着我最恨的敌人。前面就是洛阳了，清幽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再加上洛清燕新招募的各路高手，不下30万之众，我们这么几个人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数字毫无意义。我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他的心情，万一他心血来潮，觉得皇宫建筑风格不好，要免费升级一下，那我就算夺回了皇位，恐怕也得睡在工地上。有东西过来了。天狗食日？不是，这是龙气。奉天承运，女帝诏曰：前朝妖后倒行逆施，祸乱朝纲，今已查明其身怀魔种，乃域外天魔降旨。诛妖后洛清离，封万户侯，赏黄金100万，世袭罔帝。钦此。天元圣旨，这是开国太祖炼制的镇国神器。青离，快走！他调动的是整个东帝国的国运之力，除非你能打碎这片天地，否则根本无法对抗。用国运当服务器，借用民众的信仰之力做云训算，驱动这些法则伪饰，想法不错，是个天才。可惜，这圣旨谁写的？字写的太丑了。你看那个凤字，3横长短不一，比例失调，起笔无力，像个营养不良的豆芽菜。还有那个魔修的赵字，口部写的太大，刀部又太小，头重脚轻，掐气不足，反而小家子气。通篇看下来，笔锋虚浮，结构松散，毫无帝王气概。写这玩意儿的人心是虚的，底气不足，色厉内荏。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先生，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，这些金甲卫士刀枪不入，真气难伤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急什么？这东西是有点麻烦，它的力量根源是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认可。只要东帝国的子民还认洛家的皇帝，这圣旨的力量就不会枯竭。那不就是无解了？谁说的？规则嘛，就是用来打破的。既然它是靠认可来发动的，那只要有更高级别的认可，就能把它覆盖掉。更高级别的认可？对，一份写的比他好，道理比他硬，气势比他足的圣旨，不就行了？我们上哪儿去找一份比开国太祖亲笔还厉害的圣旨？找什么找？现写啊！丫鬟，笔墨伺候。这里没有笔墨。真麻烦。肉传导航，去最近的卖文房四宝的铺子，要最大、最贵、最老字号的那家。老板，买东西。客官，小店小本经营，您要点什么？最好的纸，最好的墨，最好的笔。有，快把咱们的镇店之宝玉龙轩、紫豪狼王笔、恒河砚都给这位爷取出来。龙井有桑的比例不对，烟桃和颗粒太大，韵味差了3分，差评。感配重没做好，重心偏后0.1寸，斜绑耙手腕容易累，差评。这砚台是谁让你们在上面刻汉墨斋3个字的？画蛇添足，狗屁不通！这么好的一块虚空石，就这么被3个丑的跟鬼画猪一样的字给毁了，暴殄天物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，上面本来就刻着字啊。行了，东西我要了，多少钱？开个价。不要钱，不要钱，爷您能看上，是小店的福气，您拿走都拿走。我从不白拿人东西，我留着也没用。这玩意儿杂质太多，你拿去磨成粉掺在墨里，以后你们家的墨能多卖10倍价钱。东西买好了。玉龙方纸，九子墨王，星河五闪焰。干什么？你来写。我来写？让我写一道比开国太祖亲笔还厉害的圣旨？我不行，我的书法远未到自成一派的境界，更不用说与太祖相比。谁让你用自己的字了？我让你当我的手，我怎么说你怎么写，懂？可是我的手怎么能写出你的笔意？闭嘴，别废话，再磨蹭下去，天上那堆破铜烂口就要砸下来了。这不是真气，也不是灵力，是一种更本源、更纯粹的意。我看到了笔锋落下时法则的线条如何弯曲，墨字成形时天地元气如何为之欢呼之臣服。这是神明的视角。准备好了吗？第一笔起于混沌，落于开天，手腕下沉3分，气走指尖，意在笔先。第二笔承上启下，勾连阴阳，力道要柔，如春蚕吐丝，绵延不绝。道，这是大道之文，
老朽今日得见天书，死而无憾，死而无憾啊！如果说之前的我看到的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朝堂，那么现在我看到的是天下，是苍生。感觉怎么样？走吧。前所未有的好。进宫，你那个妹应该已经吓尿了。顺便，我去看我的椅子有没有被她做坏。洛清燕，我回来了。这把椅子，你坐的还舒服吗？